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夜难为情。陆源落下毛笔，点了根自产华子。他再次想起了那美轮美奂的小仙女。5年，整整5年了。自那一晚跟那天仙一般的女人打过一次扑克后，他经常夜不能寐。时隔这么久，他的声音、眉眼、气息、温度都挥之不去，仿佛他还在身边一样。当初你不告而别，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。现在天下将乱，你可知道我一直在寻你。5年前，陆源穿越到大前，成了刚上任北凉县的县太爷。这里是大前最偏僻、最野蛮的流放之地。上任途中，他碰到了那个像天仙一样的女人。深入交流后的第2天，女人就消失了，甚至没留下一个名字。但是从她腰间的玉佩，还有那高贵的气质可以看出，她来头必然不小。算了，当时要不是他中了媚毒，那一夜也不可能跟他好。我只是一个芝麻县令，属实是高攀了。事情已经过去整整5年了，这个梦也该醒了。一根华子抽完，陆源恢复了思绪，他抹上最新款丝丹康，将自己重新收拾一番。今天是北凉县1年1度的大阅兵，也是庆贺北凉县人口突破100万大关的重要庆典。5年前他就断出天下将乱，前世他是受华国重点保护的高端军工科技人才。为了自保，作为穿越者的他，决心用现代化技术将这里打造成坚不可摧的现代化城堡。而现在，他的计划已经达成了大半。是时候检阅这5年的成果了。陆源正打算出门，易衙役匆匆跑了进来。大老爷，外面来了一个仙女，可漂亮了，大眼睛，鹅蛋脸，身材前凸后翘，是个冰山美人，比咱北凉县的第一美女还要漂亮3分了。嘿嘿，只可惜她还带着一个奶娃，说是来找孩子爹的。多好的女人啊，怎么就被猪给拱了呢？找爹来县衙，老子这辈子最瞧不起的就是抛弃妻子的渣男。你让曹师爷去做备案，一会儿阅完兵，我马上回来。娘，我们能找到爹爹吗？要是找到爹爹了，他会喜欢欢欢吗？那当然啦，要是他不喜欢或者不承认，我就直接杀了他。那就好，等我找到爹爹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是没爹的孩子。听到这话，赵监家有些心酸。未婚先育本就是丑闻，更别说她是女帝。京城的流言蜚语几乎将她吞没，可赵监家知道这是上天送给自己的礼物，是拼命也要呵护的宝贝。娘亲，等见到爹爹，你一定要多亲亲爹爹，让爹爹帮你把那些坏东西全都打趴下。欢欢攥紧小拳头，眼中满是兴奋的。就在这时，欢欢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寻人启事。娘亲，你看那里好像有你的画像哎。赵监家并没有理会，因为现在前面出现了一对衣着不伦不类的人。这些人手里拿着一个类似喇叭的东西，大声提醒周围的行人：路上的行人请站在道路两边，即将开始，请不要阻挡主道。赵监家回过神来，眼中满是不解。5年前，北凉县城破人少，瘴气丛生，除了流放的罪犯，便是在山间生活的蛮人。而现在，这里的高楼甚至比京城的还要多，那数丈高的城墙甚至超过了皇宫，人口还突破了100万。赵监家感觉自己脑袋都不够用了，甚至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。这北凉县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能发生如此大的转变？娘，好热闹呀，这里比京城都热闹呢。欢欢大眼睛里满是新奇，连方才看到的话也抛到一边去了。赵监家抱着他走到了一旁，周围人都在谈论着这一次。太威风了，简直酷毙了。只可惜大老爷的要求太严了，要不然这城里哪个儿郎不想替他效力？听到这话，赵监家眉头紧蹙，脑海里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。莫非这县令是奸臣扶持的后手？小姐，奴婢回来了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回小姐，这个北凉县的城墙是实打实用3合土浇筑，砖块垒砌，内里甚至还嵌了钢铁，比京师的城墙还要坚固。就咱们脚下踩的路叫水泥路，据说是用北凉县特有的水泥浇筑，只要人手够，一日可修几10里，修好了几10年都踩不坏。我还打听到，这北凉县县令组建了3万精兵，摆明了就是要造反吧？小姐，咱必须做好准备啊！3万精兵，果然图谋不轨。哼，5年前这里人口就2000多人，他们又是如何在5年间将人口翻了这么多倍？他们说，县太爷隔3差5就打劫过往的商队，还将方圆100里的百姓全都掠劫到这里来。就连山上的土人都不放过，全被抓下了山。您看，那个穿着花皮寿衣的，就是土族人。僭越修筑城墙，藏匿私兵，打家劫舍，勾结蛮人，意图谋反，罪无可赦。哼，边关总兵张威是被这人给收买了，还是说他也参与在其中？这个老奴暂未了解。既然已经查出这里的问题，那就尽快调遣暗卫过来。这北凉县是不毛之地，能养活100万人口，必然有渠道运送粮食过来。我甚至怀疑这狗官勾连了敌国。这里可是大钱的门户之地，一旦被敌人从内部攻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这时，前方传来了响亮的声音：今天是咱们北凉县1年1度的大典，在这个欢庆的日子里，本府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咱们北凉县总人口突破100万了。一瞬间，周围的百姓全都沸腾了。
令君万岁！北凉县无敌！令君万岁！北凉县无敌！儿郎们，昂首挺胸，让北凉县的父老乡亲们都瞧瞧咱们护卫北凉县的决心。现在开始。看到这一幕，旁边一个大叔撇嘴，似乎有些嫌弃。虽是护卫营，但是这连弩是不是该换一换了？其他军营都配备燧发枪了。燧发枪，你个土狗，那早就是3年前的老物件了。最新的武器可比燧发枪厉害多了，据说不仅能够像连弩一样连发，而且威力还巨大，能杀死150丈外的敌人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。一会儿你们就能看到新武器了。按照咱们大老爷的性格，出场的武器都是已经量产并且被淘汰的武器。这些东西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在手里，有了这些，说不定大干就能扭转乾坤。有了这些，我又何必怕那些贼人？下面的百姓也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方阵来时的方向。所有方阵出列完毕，请孙启的令君大人。这时，远处一辆大车在9匹大马的拉动下缓缓驶来。陆源站在车内，身姿挺拔，丰神俊朗，头发油光锃亮，看起来格外的英俊。我也不想这么骚包，奈何监造局说得弄9匹大马才能拉得动这大车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帅就完了。随后，陆源扫视着下面的百姓，这一刻，他内心涌现出无比强烈的满足感，因为这都是他打下的江山呐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不辛苦，令君更辛苦；不辛苦，令君更辛苦。就在这时，大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。不好，是警报声，又有敌袭了。赵监家一听敌袭，顿时紧张起来，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。马三宝更是吓得不行，他将母女俩护在身后，对着周围的人喊道：“敌袭了，快跑啊！别堵在这里了。”周围人看到马三宝这副模样，都在极力安抚他们。你是外地来的吧？别紧张，这几年俺们北凉县碰到的敌人，没有10万也有8万了，废敌袭更是家常便饭。只要有令君大人在，谁也不可能攻破城池。咱们别慌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哪怕守在城里1、2年不出去，也不怕断了粮食。对，别吓着孩子，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引导咱们了。话音刚落，头顶上的喇叭再次传来了声音：“诸位，蛮人部落领兵10万来袭，请各位居民有序地离开阅兵现场，前往附近最近的避难所，老人、女人、幼儿优先撤退。”很快，街头出现了很多身穿黑色制服、手臂戴着红袖章的人。看，战争马上打响，快去避难所里。小姐，咱们别慌，跟着大家去就行了。赵监家表面沉着冷静，实际内心却是无比震撼。5年前那一场叛乱死了太多无辜百姓，那是赵监家一生的痛，而现在他却看到了北凉县对百姓的态度，这是整个大前都不曾拥有的态度。想到这，他内心闪过一丝惭愧。赵监家回头望去，只见士兵们迅速冲上城墙。这一次，他希望内狗官能够打退敌人，保住这一城的百姓。很快，士兵已经完成了布防，城下骑兵整装待发，每一个人都在检查自己的武器和弹药，只等着陆源下发命令。这时，一个斥候跑进城楼里，单膝跪下汇报：“报，张总兵的人马还不见踪影。现在蛮人的狼骑卫已经抵达十里坡，最多半个时辰就能兵临城下。这些蛮人趁着大典的时候来攻城，还真他娘的会找时间。”话虽如此，陆源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张威的安危。5年前，陆源想尽一切办法收买了他，要不是张威帮忙遮掩，北凉县的事情早就被捅出去了，自己也不可能过得这么潇洒。这几年，他和张威也处成了兄弟。这一次大典，陆源特地邀请了他，他也给了回信。可现在大典都结束了，依旧没见到他的身影。陆源推测，应该是张威出关的消息被泄露了。这些蛮人看似袭城，实际上是冲着张威去的。把斥候小队的人全都派出去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大老爷，我去把这些狗娘养的给砍了。另一边，一个身穿黑红劲装、身材劲爆、手里抱着斩马刀的女人说道：“蛮族10万兵，狼骑卫就有3万，这里一马平川，是骑兵的天下，你砍杀得了几人？”哼。红姑说的没错，又不是单挑，个人武力用处不大。对了，军营的人准备好了吗？回大老爷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就在这时，陆源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前方的滚滚浓烟。蛮人来袭，全军准备。宽阔的城墙之上，将士们毫无惧色。第一陷阱，军马布置到位；第2陷阱，剃刀线布置到位；第3陷阱，地雷阵布置到位。全军准备到位。一道又一道声音传进了陆源的耳中。其实蛮族人的狼骑卫算是天下雄兵之一，就连战马都身披甲具，唯有重火力才能突破。他们突破第1道防线了，他们突破第2道防线了，他们闯入地雷阵了。下一秒，轰隆一声，埋在地里的地雷全部炸响，身披重甲的马儿和蛮族骑兵都纷纷栽倒在地上。好，干得漂亮！火炮营先不要动，让他们再深入一点，免得跑了。城墙之上，几十尊象征着这个时代最顶尖工艺的大炮齐齐发射，炮弹以蛮横的姿态冲进了人群之中，炸得狼骑卫人仰马翻。可就在这时，陆源发现狼骑卫快速退去，随后他在满是硝烟的战场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此人正是北凉关总兵张威。
陆源一愣，随即大喊：“停火！快停火！”这时，蛮人狼骑卫中的一人齐冲到了北凉城墙下，高声喊道：“北凉关总兵张威在咱们的手里，想要赎回他，就把你们北凉县的火器统统交出来。”狗娘养的蛮人，有本事堂堂正正来战，用俘虏要挟，算什么男人？令君大人，不要上当，蛮人狼子野心，若是获得了咱们的武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陆源抿着嘴没有说话，只是稍稍抬手，众人就安静了下来。陆源，这可是你们北凉关的总兵，我们若是送给大景或者大夏，到时候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你要是见死不救，一旦传开，你们朝廷也会……少废话，把张总兵和他的亲卫送过来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你别他娘的耍诈，谁不知道你这个狗贼诡计多端？这样，你先把咱们要的东西送过来，我再放人。城墙之上，所有将士都气得咬牙切齿。就在这时，被绑成粽子的张威一脸悲愤道：“陆老弟，你别管我，我死了就死了，武器千万不能让给他们啊！”这时，狼骑卫万户长赛哈让人送来了一个喇叭。陆令君，我是赛哈，狼骑卫万户长。只要你给我们想要的，我们不会伤害人质，并且保证不再侵扰北凉县。看到赛哈，陆源对着将士做了个手势。1号狙击手已经锁定赛哈。听到回话，陆源点了点头。擒贼先擒王，他一直都想杀了这狼骑卫的灵魂人物。这一次，赛哈主动现身，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机会。想到这，一个大胆的计划在陆源脑海里浮现。赛哈，放了张总兵，东西我给你。赛哈眯着眼，看着高楼之上的陆源，冷笑一声：“陆令君，你可不要给老子耍花样。”正如你说的那样，张总兵很值钱。要是我见死不救的消息传回京城，朝廷必然会派人来收拾我。两者之间该怎么选择？我当然明白。赛哈沉默了一会儿。北凉县的实力的确要比北凉关强上很多，和陆源硬碰硬，我们的损失只会更加惨重。见赛哈许久不回应，陆源淡淡一笑：“人是你抓的，条件也是你出的，我现在答应了，难道你害怕了？”哼，好，那我要大炮10尊，碎发枪100杆，千里镜100个，轰天雷1万发，最后将制造配方写一份给我。这番话可把北凉县的所有居民气得不轻，可陆源听后却是一脸平静。陆老弟，都怪我啊，我是罪人，是大钱的罪人啊，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啊。可以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你先交一半，我给你们一半人，等我们确认东西没问题后，再给你另一半。可以。随后，陆源便派人下去准备物资。陆令君就是爽快，老子喜欢你。赛哈大笑一声，随即从里面挑出一半人，让手下送过去，以表诚意。看着被送过来的清军，陆源让人用吊篮将他们吊了上来。陆令君，老子的诚意已经送到了，现在该你了。陆源没有犹豫，他让人将一半的物资送了下去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蛮人骑兵兴高采烈地将物资运走。看着运送过来的物资，赛哈兴奋地红了眼。这剩下的物资和配方也可以交换了。接着，赛哈向旁边的骑兵使了一个眼神，随即剩下的人押送着张威朝着城墙过去。就在蛮人抵达城下时，赛哈却浑身一震，紧跟着脑袋不知被什么东西给重击了一把，直接给炸开了。狼骑卫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赛哈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万户长，万户长，万户长！同一时间，那些押送张威的狼骑卫一个接着一个被枪爆头，根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1号狙击手击杀成功，2号狙击手击杀成功。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，陆源也松了口气。这是他最新成立的狙杀营，没想到刚成立就派上了大用场，解决了这次危机。给我轰死这些狗娘养的！听到陆源的传令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护卫军以最快的速度装填上弹，密集的火炮接连发射，连弩冲天而起，带着愤怒俯冲而下。眼看狼骑卫准备撤退，陆源焦急大喊：“快打开城门，北凉虎骑兵出动！”话音落下，沉重的城门缓缓开启。当城门打开的一瞬间，1000虎骑兵犹如下山的猛虎一样倾巢出动。磨刀未结阵，冲锋！呼呼呼！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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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陆源拿过擂鼓手里的鼓槌，猛地敲击起来。大破蛮族，就在今日！儿郎们，除恶务尽，冲啊！城楼上被解救的张威看到这一幕，也是无比的震撼。他看着擂鼓的陆源，双手抱拳，单膝跪地：“陆老弟，我没有脸见你啊！”张老哥，我在擂鼓，没工夫看战场，你替我发号施令，务必将狼骑卫留在这里。张威镇守北凉关10几年，正是因为有他，才守住了大前最重要的门户。他守得住北凉，却防不住自己人的背刺。撇开个人关系不谈，张威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统帅。从今往后，我张威以你马首是瞻。说完，他走到一旁，代替陆源发号施令。而此时的狼骑卫失去了赛哈的统帅，变得混乱不堪。没了张威做俘虏，他们连提刀的勇气都没有，
气势汹汹的攻城已经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。与此同时，躲在城内的避难所里，听着炮击轰鸣的声音，马三宝吓得面无血色。这北凉县打仗怎么这么吓人啊？大白天的，怎么还打雷了？听到这话，周围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什么打雷？这是咱们北凉特有的武器，叫……那小姑娘还没说完，就被周围人拉了一下。紧接着，小姑娘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一脸悻悻地闭上了嘴。叫什么？嘻嘻，没什么，总之不是打雷就行了。对了，大姐姐，你是外地来的吧？来这边是经商的，还是来投亲的啊？见周围人都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们，赵监家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来投亲的。”也不知道这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，这3万人能守住北凉吗？哎呦，怕什么？这些年他们只有被咱们北凉县摁在地上摩擦的份。要不是令君大人一心谋求发展，早就把那些蛮子给一锅端了。就在马三宝绞尽脑汁想要反驳的时候，避难所的大门打开了。赢了！我军打败蛮族10万大军，咱们赢了！令君万岁！令君万岁！令君万岁！听到这话，马三宝一脸震惊。这才多久啊？1个时辰都没到吧？会不会是疑兵之策，调虎离山？这些蛮族人最狡猾了，靠着骑兵天天骚扰，打不过就跑，将强盗的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！不会，预备营都开始清扫战场了，就城墙前面的空地上，击杀的狼骑卫就超过了3000人，我估计这一次杀敌起码过万。好了，战争已经收尾，请大家有序离开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很快，赵监家3人离开了避难所，街头也恢复了不久前的宁静。看着有些困倦的欢欢，赵监家准备先去客栈休息。就在这时，几个身着蓝色制服的人走到了3人跟前。你们3个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是谁？我们凭什么跟你走？赵监家看他们胸前绣着安全2字，想来应该是北凉县某个衙门部门的。就是你满世界的打探消息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长官，就是这家伙问东问西，还威我50，一看就是细作。马三宝人都傻了。我去，刚才你拿钱的时候不是挺高兴的吗？怎么转头就把我给卖了？我们初来乍到，只是好奇，问话不是很正常吗？这时，为首护卫仔细看了看赵监家，他发现他和画上的女子十分相似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决定还是先把他们带回去再说。另一边城楼里，几个军团团长上前汇报：报令军大人，此次杀敌16000狼骑卫，4800普通骑兵，俘虏11000余人，收获战马3万余匹，兵器若干。咱们送出去的5尊大炮已经尽数被追回，碎发枪追回20杆，另有30杆被贼军抢走，千里镜也尽数被抢走，手雷少了3箱，请令军大人责罚。陆老弟，都怪我，跟弟兄们没关系。这一次我出关的消息泄露，这些人在途中偷袭，才让武器外泄，所有责任都在我。碎发枪抢了就抢了，没有弹药，也就是一根烧火棍，他们想要仿制也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军早就把碎发枪给淘汰了。至于手雷，除了上面一层，其余的都是训练弹，根本炸不响。他们抢走3箱又有什么用？就是可惜了千里镜，倒是能够提升他们的侦察能力。听到这话，张威内心的愧疚少了一些。行了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这一战，我军伤亡如何？回令军，目前军医营营救重伤士兵20人，轻伤220人，有2人不治身亡。陆源对这个战损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在冷兵器时代，伤亡非常夸张。在火器普及之前，北凉县的战损一度超过了1/3，而现在已经降低了20倍不止。这些受伤的将士康复后，训练加重2倍，这种一面倒的屠杀还能受伤，该罚。不过该奖也要奖，牺牲的将士封为烈士英雄，以最高标准抚恤慰问，家中若有老幼，县衙赡养培养。受伤的将士按照评级给予奖励，把功劳都记一记。2天后，在县衙前举行俘虏审判和奖赏大会。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安全局护卫前来汇报：报令军大人，我们安全局的同志抓住了3个细作。这细作中还有个不满5岁的小娃娃，而且听他们的口音，好像是从京城来的。京城来的？是商队还是个人？他们说是京城来的商队，可又拿不出其他商队的推荐信。入城后又花费重金打探各种消息。听到这话，陆源眉头紧锁。北凉县的生意伙伴虽然每年都在增加，但都经过了筛选。他们实行的是经销商推荐制，必须有2个以上的经销商做保推荐，才能跟北凉县谈生意。这样既能保障生意品质，又能最大程度上防止北凉县的消息泄露出去。5年以来，一直隐瞒得很好。来这边的人大多都是走私商，要么就是各国的大商队。现在突然冒出一个没人推荐的新商队，必然有鬼。如果这商队是从北凉关出来的，我怀疑极有可能跟内鬼有关系。先将这些人控制起来，我一会儿过去亲自审问。是，令军大人。等安全局的人离开后，张威咬牙切齿道：这些奸人着实可恨。对了，张老哥，你出关的事情都有谁知道？对外我只说是去巡视关隘，
知道的就2人，一个是副总兵刘勇，另一个是参将徐海。如果是这2人泄露的，那不妨先传假消息回去，到时候谁的动作最大，谁就是内奸。有道理。有了陆源的支持，若边关真的发生变故，他也有8成把握扭转乾坤。另一边，一个审讯室内，赵监家紧紧地抱着欢欢，欢欢委屈地撅着小嘴，一脸害怕地看着这些人。娘亲，欢欢好怕呀，爹爹会来救咱们吗？别怕，爹爹一定会来救咱们的。话虽这么说，赵监家的心里却很明白，那个男人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审讯员是一个年轻女人，长得相当漂亮。她对照那幅画像，仔细看了看赵监家的脸。5年前，陆源派人到处找画像上的女人，可都没有结果。之后的几年，有不少细作易容成那个女子的模样前来打探情报。陆源得知后非常生气。从那以后，凡是和画像女子一样的女人，都会先请到审讯室，等着陆源亲自审查。想到这，女人准备伸手去摸赵监家的脸。哼，你干什么？只是想确认一件事情罢了。其实你只要交代自己来这里的目的，不对北凉县造成任何伤害，我们就会放了你们。我说了，我带着女儿是来找我丈夫的，这就是真实目的。只不过北凉县的变化实在太大了，出于好奇，我们才打探消息。这位夫人，你这么美，如果我是男人，怎么可能抛妻弃女呢？方才我去县衙告官，你们应该能查到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5年前的北凉县狗都不来，你丈夫为何千里迢迢从京城过来？他过来做什么？难不成来做买卖？即便如此，又为何5年没有音讯？再怎么样，一封家书总要有吧？你若不去告官，我倒觉得你们真是误入北凉县的商队。就在赵监家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时，外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大人，听到声音，隔壁的牛大锦和夏红梅2人急忙走出审讯室。卑职参见令君大人。审得怎么样了？那个中年男人胆小如鼠，我就问了几句，他就直接吓尿挥了过去。刚才我给他塞了救心丸，现在还没醒呢。那对魔女呢？回令君大人，那女人的说辞漏洞百出，而且她还和画像上的女子长得一模一样，我怀疑这次可能又是那些细作的把戏。听到这话，陆源连忙走向那间审讯室，一推开门，陆源和赵监家四目相对，一瞬间2人都懵了。你，这一刻，陆源非常确定，此人就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个仙女，从气质再到她的眼神，和5年前一模一样，这是那些细作根本模仿不来的。更令陆源惊讶的是，他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女孩。你过得还好吗？你可知道我找了你5年？一听这话，整个审讯室内的人都傻了。我了个青天大老爷，这女人口中的丈夫竟然是令君大人。赵监家也回过神来，在听到陆源话的一瞬间，他居然一阵酸楚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涌上心头。赵监家也回过神来，在听到陆源话的一瞬间，他居然一阵酸楚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涌上心头。不是我要找你，是孩子想看看自己爹是谁，我就带他来了。可在说完这句话后，他内心就有些后悔。此刻他的心情十分复杂。原来那一晚的男人就是这北凉县的狗官。看着赵监家怀里的小女孩，陆源紧张的浑身发颤。我的娃，我的。你不要，那我走。我要我的闺女，谁也不许带走。这一声让在场的人都差点跪了。完啦，我居然把令君大人的妻女给抓了，还当成细作来审问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？赵监家对陆源的回答还算满意，他轻轻拍了拍小丫头的后背，示意她不要害怕。哇，真的是爹爹，和画像上的爹爹一模一样。那一声爹爹叫得陆源心都要碎了。两世为人，他还是第一次当爹，面对这个缩小版的自己，陆源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能轻声安抚着孩子。对不起宝贝，爹爹这些年一直不知道你的存在，你再给爹爹一次机会，让爹爹好好弥补你们好不好？欢欢小脸上满是喜色，但他还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母亲。去吧。得到母亲的同意，小丫头才张开双手投向了陆源的怀抱。一时间，她所有委屈涌上心头。呜呜，爹爹，欢欢好怕啊！他们把我们抓到黑房子，还恐吓娘亲，呜呜呜！不哭不哭，有爹爹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们。说是哪个王八蛋抓了我的闺女？听到这话，牛大锦和夏红梅膝盖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令君大人，卑职错了。陆源还没开口，站在一旁的张威膝盖一软，居然也跪了下去。张老哥，你起来，我没说你。张威低着头，人都傻了，因为他竟在无意之中吃了好大一口瓜。妈呀，小公主的野爹居然是陆老弟，这藏的也太深了吧！张威刚想叩拜，结果被赵监家的一记眼刀吓得一激灵，他僵在那里，拜也不是，不拜也不是。看着张威这副模样，陆源急忙走到他跟前，伸手将他扶起。张老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我有些腿软，从北凉关赶了一夜没休息，让老弟看笑话了。张威干笑一声，他看得出陛下不想让陆源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虽然不解，但他也不敢妄自揣测。之后，陆源带着母女二人来到马三宝这边，马三宝两眼一睁，就指着陆源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个天杀的东西！你知道小姐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”算了，马叔，他不知情。陆源看着他那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内心并不好受。哪怕是上辈子未婚先孕都是一件丑闻，更何况这是封建王朝，未婚先孕更是丑闻中的丑闻。他也不知道赵坚家是如何扛住所有压力，生下这孩子，将他抚养长大。为了弥补他们，他决定先把母女二人带到自己老宅。好闺女，这些可都是爹爱吃的，你快尝尝，外面都吃不到呢。爹爹，这个好好吃呀！好吃就多吃一点。对了，宝贝，你还没告诉爹爹，你姓什么？姓赵呀。那你娘叫什么？我娘不让我告诉别人，她叫蒹葭。你这孩子，你叫赵蒹葭，这名字真好听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你倒还挺有文采。嗨，这都是别人写的。之后，两人在饭桌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。在这过程中，赵蒹葭并不怕陆源认出自己，因为在登基之前，知道他闺名的人本就不多。登基之后，他嫌蒹葭不够霸气，于是特地改成了凌霄，所以他既是赵蒹葭，也是赵凌霄。晚上，陆源很想将他们母女留下，奈何赵蒹葭执意要住客栈，陆源也只能先由他。他看得出赵蒹葭愿意和他维持体面，都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要不是自己一发命中，估计两人这辈子都不会有关系。最后，陆源决定顺其自然，如果他愿意留下，他会好好对他们；如果他不愿意，他也不会勉强。深夜，赵蒹葭替熟睡的欢欢盖好被子。安慰还有多久到？最多2日。这么久？现在北凉县的百姓都有特殊材料制作的居住证，我们根本仿制不了，而且他们一般不出城，外面的人进来都会仔细盘查，若是出来者，第一时间就会被监视起来。不过，单位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已经乔装成商队来参加3天后的万国大会，那时候各国的商贾将齐聚北凉县，是我们安慰安插进来的最好机会。万国大会那是什么？这是我在客栈拿的，上面有他的介绍。据客栈伙计说，北凉县的万国大会已经连续举行3届了，这是第4届，每一届都有成百上千个商队慕名而来。赵蒹葭拿起介绍书仔细看了一番后，才明白所谓的万国大会是什么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朕在宫里居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。老奴猜测这一切可能都和张威有关，不过张威那边，老奴已经派人递了信，他知道日后该怎么做。听到这话，赵蒹葭这才放下心来。这一次的北凉行带给他太多意外，他原以为欢欢的生父是个普通男人，结果没想到竟然是个胆大包天的叛逆。总之，这个男人身上有太多谜团，只有日后亲近他，才能了解到更多。陛下英明。第二天一早，陆源派人又将母女二人带到府上来玩。红姑则是站在一旁，和陆源汇报这2天的行程安排。大老爷，今天上午有上百个商队抵达，下午教育部有教育革新会要开，晚上是军部的总结会，明天则是战俘审判和表彰大会。这一次，大景和大夏将会派遣使臣团前来，带队的分别是大景的长宁公主和大夏的永乐公主。听到这话，赵蒹葭故意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开口问道：“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？”陆源，你作为大前的县令，可知道勾连外敌是什么罪行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是要诛9族的。什么勾连外敌？我这是做生意，赚外汇呢。北凉县之前太穷了，要想发展，就必须得走出去。至于泄露，你放心，他们没那个胆子。况且，就算泄露了，你也别怕，那个皇帝要敢动我，我饶不了他。听到这话，赵蒹葭气得双眼喷火。好你个狗男人，居然还敢威胁我！哼！就在这时，鹰眼匆匆跑了过来。大老爷，大夏跟大景的使团已经提前到了，端王世子也到了，夏渊那边已经快忙不过来了，所以让我请您过去坐镇。行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他说的端王世子是大前的那个端王吗？怕跟你也有联系。他们父子俩跟我关系都不错，等他们来了，介绍你认识认识。听到这话，赵蒹葭不敢置信，端王可是他的亲叔叔，若不是他鼎力相助，自己根本不可能君临天下。可现在陆源竟然告诉他，端王父子跟他也有关系，所以叛逆竟是我叔叔。北凉迎宾馆外，各国商队齐聚，街头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在巡逻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身穿大红宫装、头戴精美凤冠的年轻女人掀开车帘看向街头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陆源来了吗？”禀公主，还没来呢。现在北凉县招商局局长夏渊正在安排咱们入住。那谁排在咱们前头？是大夏的永乐公主。据说大夏这一次准备将陆源招为驸马，以侯爵许之。哼，他们倒是想得挺美。陆源可是我看上的人，谁也不准抢走。
3年前，夏宁跟大景皇帝闹了矛盾，负气来到北凉地界，恰好碰到一群蛮兵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是陆源带兵从天而降，救了他。从那之后，夏宁就彻底迷上了陆源。就在这时，夏宁看到前方的永乐公主掀开了马车侧脸，她刚想下去损他几句，结果后面就传来了士兵的声音：“陆县令来了。”看到陆源，夏宁不顾仪态，直接跳下了马车，兴奋地向陆源招手：“陆源哥哥，这里。”与此同时，另一个马车内的永乐公主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吐槽道：“真没素质，为了陆源，竟然连公主威仪都不要了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可他下马车的速度却一点不慢。下车后还不忘挺了挺颤巍巍的胸怀。陆郎，这里。诸位，好久不见。夏宁率先冲上去，拉着陆源的手臂撒娇道：“陆源哥哥，好久不见，我今天穿的漂亮吗？”陆源扫了一眼那白花花的风景，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，猛地抽回手：“大庭广众之下，注意形象。”就是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大夏果然是无礼之邦。随后，李无忧缓缓走到陆源面前，微微颔首：“一别经年，陆郎别来无恙。”你这骚狐狸，装什么文化人？仗着自己有2个大奈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老娘挤一挤比你还大，陆源哥哥才不喜欢你这么肤浅的人呢。搓衣板，男人婆，粗俗野蛮，真没教养。听到这话，周围的众人目瞪口呆。这就是大景的公主，说出来的话怎么这么粗糙，简直不堪入耳。陆源哥哥，别搭理他。陆郎，跟我走。一想到自己闺女还在后面，陆源立马将手抽了出来。够了，好好的万国大会被你俩弄得跟青楼大会似的，成何体统？再这样，明年的万国大会你们就别来了。哼！话音刚落，一个年轻的男人飞奔过来，直接抱住了陆源。陆师，我好想你啊！你小子都习惯了，怎么还跟没长大似的？我这不是太想你了吗？对了，这次我还给你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。不着急，这里人多，晚点再说。来，我先给你介绍2个人，这是我闺女，这是我媳，这是我闺女的妈。赵吉看到眼前的母女后，瞬间傻眼了，他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啥玩意儿？我的皇姐竟然是陆师闺女的娘，这么大一口瓜，我居然今天才知道。赵监家看到赵吉准备磕头，连忙走上去将他搀扶起来。端王世子，你这是作甚？快起来吧！就在赵吉还没看懂自己皇姐这是唱的哪一出时，他忽然压低声音，小声警告道：“敢泄露我的身份，你小子就死定了！”哼！赵吉吓得不行，只能连连答应。看到赵监家母女，周围的人一脸懵逼。陆郎，你有这种需求，也不用饥不择食去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吧？很久以前，他就把陆源的底给摸清楚了。他知道他是光棍，所以才大胆示爱，想要做他的正妻。结果现在突然冒出一对母女，李无忧本能的认为一定是陆源接了别人的锅。陆源哥哥，你要是想要女人，可以来找宁儿啊，何必找那个老女人？就是，你看她瘦的没2两肉，哪有跟我在一起舒服？哼！陆郎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选我！骚狐狸，你非要跟本公主作对是吗？张松年，宣读父皇的圣旨。是，公主殿下。全场肃静，本京乃大景鸿胪四卿张松年，奉陛下旨意前来封赏北凉县县令陆源。陆源，天下英杰也，朕夜不能寐，恨不得即刻将其收入诰中。得陆源送的100万雄兵，兹特颁旨封陆源为北凉侯，爵位世袭罔替，10亿2千户，赐紫金冠、金鱼带、紫绶珠袍，特许其驾5马，佩剑上朝，见王不败，另赐丹书铁券，以昭朕之倚重之心。纵观朝野，唯陆源堪为国婿。朕今在下旨，将长宁公主许配与陆源为妻，继承良配，亦显朕对其信重，另加授陆源征北大将军之职，令其全权总领北凉军务，无负朕望，钦此。张松年诵读之后，笑着看向陆源：“陆县令，陛下对你的厚爱，乃大景开国200年之最也，请陆县令接旨。”大景的商贾也是激动的不行，若是陆源接旨，那这北凉县的一切好东西，他们都能占据先机。请陆县令接旨。才侯爷，大景皇帝也太小家子气了。王德发，出来宣读父皇圣旨。奴婢遵旨。北凉县县令陆源德才兼备，声名远播，朕甚为欣赏，愿以国事之礼待之。兹特加封陆源为北凉王，命其永镇北凉，总掌当地军政要务，可专擅权政。另朕念及陆源才德，特许将爱女永乐公主下嫁于他，望陆源感念圣恩，竭忠尽智，不负朕之期许，钦此。北凉王殿下，您是个聪明人，应该能分辨出谁最重视您。看到这一幕，赵吉心里慌的一批，他又再次跪了下去。陆师，千万不要上当啊，他们没安好心的。他一边说着，
一边向赵蒹葭投去求救的目光。此时，赵蒹葭的内心也是无比震撼。大夏和大景都比大钱强盛，而现在两国求着陆源娶他们的公主，封侯封王，单书铁券跟不要钱似的往外砸。看着陆源的背影，赵蒹葭突然紧张起来。他会怎么选？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，陆源叹了口气，他一把将赵吉从地上拉了起来。我怎么教你的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父母。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，还流马尿！难道在你眼里，你陆师我就是个嫌贫爱富的人，卖国求荣的人？那掷地有声的话，让所有大钱人民都燃起了希望。陆师，您不会抛弃我们？狗不嫌家贫，子不嫌母丑。虽然我对大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，但我是大钱人，这是谁都无法更改的事情。陆源揉了揉他的脑袋，随即看向夏宁和李无忧。陆某多谢两位公主好意，但是我这个人胆小，这辈子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也不想爬得太高。替我向你们皇帝说一句谢谢，只要他们不来烦我，我就很满足了。陆源，你可想明白了？当真要拒绝我大景的招揽？谁说我一定要接受你们的招揽？你们皇帝写圣旨的时候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此话一出，赵蒹葭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大钱使团的那些人纷纷鼓掌。说得好，陆县令。朝廷不在乎您，咱们在乎您。天元商会即刻起，愿以陆县令马首是瞻。四海商会也是。好，陆县令，日后可别后悔。一旁的王德发并没有像张松年那样，他朝陆源走去，恭敬道：陆县令，咱大夏可不像大景，抠抠搜搜的，半点诚意都没有。正所谓交易不成仁义在，一个人若是连自己的国都不爱，又怎么配被万人敬仰呢？说到这里，王德发向陆源行了一个大礼。陆县令，咱陛下说了，您本是人中龙凤，即便不愿受这道圣旨，也无甚要紧。您只管提要求，只要大夏能办到的，全都依您。张松年看到这一幕，气得脸都绿了。王德发这阉狗实在是太能见缝插针了。这大夏的确是个聪明人，姿态够低，倒是可以多利用一下。王公客气了，大夏皇帝的诚意，陆某已经收到，烦请王公转告皇帝，北凉县期待和大夏深入合作。臣谢过陆县令。中午，陆源招待完这些使臣后，他就开始忙公事了。由于这些使团提前入城，所以他只能把审判大会和表彰大会都推迟到明天。另一边，欢欢睡下后，赵蒹葭坐在凉亭喝着茶，他看着对面一脸紧张的赵吉，开口问道：说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认识这男人的？4年前，我爹代替您来北凉巡边的时候认识的。听到这话，赵蒹葭微微蹙眉。那时他刚坐上皇位，为了安稳边关，所以才派端王巡边。然后呢？陆师为了百姓能吃饱喝足，就在父亲巡边的时候跟父亲做生意，并要求父亲不能把这件事传出去。赵吉一边说着，一边偷偷观察赵蒹葭的表情。我父亲当时肯定是不同意的，但是陆师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您现在喝的茶就是北凉县特产，父亲当时只是想着开源节流，能多为朝廷弄一些进账，绝对没有半点私心。除了这茶还有什么？还有宫里吃的精盐、白糖，都是来源于这里。这里出产的精盐没有任何杂质，白糖比红糖贵50倍不止，这些都是暴利的商品。听到这话，赵蒹葭心里五味杂陈。那时候他走投无路，是端王凑了几10万两银子出来，解决了燃眉之急。自那以后，朝廷虽然还缺钱，但勒紧裤腰带却也能支撑下来。而现在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。看着神情复杂的赵蒹葭，赵吉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对了，皇姐，我陆师他真的是欢欢的生父？见赵蒹葭沉默不语，赵吉心里也有了答案。皇姐，既然您跟陆师关系这么亲近，那咱们就有天然的优势啊。北凉县的神奇，想必你也看到了，陆师的爱国之心也是有目共睹的。若是你们就没考虑过，这个男人其实有造反的心思？不会的，陆师从来就没想过这个。他豢养私兵，行商贾之事，还打算跟大夏深度合作，这不是奸贼是什么？听到这话，赵吉顿时急了，连忙替陆源解释：皇姐，陆师他都是为了北凉县的百姓啊，他是真正有大才的人，否则我不可能拜他为师。我承认他的确有做错的地方，但如果不是靠这种方式，他又如何能在北凉县这般险恶的地方生存下去？大钱开国200多年，北凉县的县令几乎是1年一换，那些人不是死了，就是被蛮人掠走了，到后面根本无人敢来。唯有陆师孤身一人，将北凉县打造成了世界第一城，连大夏和大景都要低头过来合作。皇姐，我知道身为皇帝，您考虑的层面会更多，尤其是在5年前，宰相勾脸妖妃发动宫变后，您很难相信外人，你不愿暴露自己身份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我希望您先放下对陆师的偏见，和他用心相处后，再来评判他的为人。听到这番话，赵蒹葭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颤抖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晚上，陆源来到了迎宾馆的天星台，每一次他都是在这里接待外宾。前几年，这里用的还是昏黄的沼气灯，而这一次，
大厅却如殿堂般气派，一盏巨型吊灯将整个空间照得透亮。各朝的商贾都痴痴地看着那一盏吊灯，不明白它为何能发出光来。这个好像就是电灯，我听北凉的人说，它比任何蜡烛都要好100倍、1000倍。这估计就是今年万国大会最赚钱的生意了，到时候恐怕又是一番纷争呢。这一次万国大会一定要想办法拿下这笔生意。另一边，李无忧悠闲地喝着茶。陆源上午婉拒他们后，王德发还担心他会难过，结果人家公主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。今天陆郎之所以不好意思接旨，应该是人太多了。若是公然叛国，多难看啊！不管怎样，今夜我必须拿下他，哪怕暗中让他接旨也行。公主，委屈你了。委屈？我可不觉得自己委屈。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哪个女人看了不心动？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征服我，让我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伺候。你看那男人婆，还不是卯足了劲儿想跟我抢男人，可不能让他抢走了，要不然大夏危矣。公主英明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有人喊道：“陆县令来了！”众人见状，纷纷迎了上去，一口一个陆县令，就跟看到自己亲爹似的。夏宁和李无忧也提着裙摆，同时迎了过去。他们一左一右拉住了陆源，特别是李无忧，半个身子都靠在了陆源的身上，陆源的手臂都陷入了绵软之中。陆源哥哥，陆郎。很快，陆源冷静下来，将手臂抽出来，义正言辞道：“你们别这样，我是有妻女的人。”哼，那女人有我身份高吗？有我爱你吗？她有我大吗？你看我的屁股，一看就是生儿子的料。你们俩给我正经一些，要是再动手动脚，就离开北凉县。陆源哥哥，你别这么无情嘛！那个女人对你半点笑脸都没有，一看就不是真心喜欢你。就是，要不然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她为什么不陪你一起过来？哼！就在这时，赵吉手里抱着欢欢，兴冲冲地从外面跑了进来。陆师，我师娘来了。众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门口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听到这话，夏宁和李无忧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女人的直觉告诉他们，这女人很美，也很难对付，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欢迎诸位齐聚北阳县，陆某代替整个北阳县的百姓，欢迎诸位远道而来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敬陆县令，敬陆县令。陆县令，这烧刀子可真是好酒。今年的售卖权是不是该重新组织拍卖了？是啊，3年期限已过，今年是不是该重新拍卖了？世子，他们说的烧刀子是这杯酒吗？没错，3年前被大锦的鸿运商会以50万两拍走了3年的独家售卖权，这3年他们起码赚了200万两。我的天哪，200万！陆县令，3年前咱们可是说好的，我们鸿运商会有优先续约权。老钱，你已经吃了3年独食了，也该让让了。是啊，这一次就看谁准备的钱更多了。我准备了60万两。60万算个屁，65万，我只要2年半。别争了，不就是一个烧刀子吗？万国大会的时候会拿出来竞拍的。还有精盐、白糖、茶叶，陆县令，这些生意都该重拍了。是啊，咱们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。看着富商们集体哀求着陆源，赵监家沉默了。曾经他在京城求爷爷告奶奶，那些商人才勉为其难地捐了1点银子，而现在他们挥舞着金银，就差给陆源跪下了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都有，急什么？你们都跟我打了几年交道了，怎么还跟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似的？我北凉县难道只有这一点好东西吗？告诉你们，这一次我北凉县的好东西远超以往。这时，一位名叫王大宝的男人开口说道：“大老爷，你说的好东西会不会就是这顶吊灯？小的去年来天星台可没有这东西，去年那沼气灯就已经让小的大开眼界，从此摒弃了蜡烛，没想到今年还有更好的东西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都反应过来。对，王老板说的对，陆县令，这吊灯生意今年会拿出来吗？如果拿出来，倾家荡产我也要。夏宁和李无忧也对视一眼，两女心底都闪过一个念头：这吊灯必须拿下。两位公主打了个手势后，两国的商会就开始报价：30万两、50万两、80万两。很快，价格就叫到了200万两。大钱的商会也急了，他们纷纷看向赵吉：“世子，您倒是说句话啊，这吊灯咱们到底争不争？”先等等看。一个烧刀子就价值近100万，这还没算上白糖、茶叶等生意，若是加上这吊灯，岂不是500-600万两了？一个北凉县居然比大前1年的税银收入还要高，这怎么可能？此时，赵监家满脑子里就只有一句话：200万两，200万两。要是我有这200万两，就能做很多事情了。就在赵监家沉默的时候，陆源突然摆了摆手，轻描淡写道：“区200万，你们当陆某是乞丐呢？”陆源哥哥，看在咱们是熟人的份上，便宜一点行不行？
我把自己当礼物送给你。哼，男人婆，你配当礼物吗？就你那2两不值钱的肉，陆郎瞧不上。陆郎，我们大夏不差钱，240万两，外加一个我，全都打包给你，你接不接圣旨都无所谓。听到这话，众人一片哗然。骚狐狸，你存心跟老娘作对是吗？300万两，外加一个我，不用接圣旨。两位公主谁也不让谁，报出的价格一路飙升到了500万。500万两，就算是大景跟大夏都有些难以承受。公主，消消气，冷静一点。公主殿下，不要跟大景的野蛮人一般见识。行了，你们也别争了，这吊灯只是产品之一，算是一个副产品。真正让吊灯发光发热的，才是这一次北凉的核心产品。哇哦，陆源哥哥是什么呀？那就是电。电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明白陆源说的是什么。大老爷，小的愚钝，这电是何物？莫非是天上的雷电？老王，你说到点子上了，这电还真就跟雷电差不多。之前我夜观星象，找到了一个可以预示雷电的方法，然后用这雷电发光发热。当然，发光发热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能力之一，围绕着雷电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才是关键。听到这话，众人都傻眼了。御史雷电，你以为自己是雷神呢？大老爷，您没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吗？看着下面目瞪口呆的众人，陆源神秘一笑，没做过多解释。总之，我可以将这个雷电输送到你们的境内，有了这个电，就能让吊灯发光，驱散黑暗。但是电不是免费的，1度电10两银子，1度电可以让普通吊灯持续明亮1天左右。而今年北凉县可对外输出雷电，大概在100万度左右，先到先得，过期不候。100万度电，1度10两，要是能拿下这个电，岂不是赚翻了？难怪陆县令连200万两都瞧不上。众人还在震惊时，赵吉却猛地反应过来。虽然1度电10两银子很贵，但是陆师只是说把电输给我们，又没说不准我们输给别人，到时候转手20两1度卖给别人，轻而易举就能翻个番。想到这，赵吉立马示意大钱商会的那些人，快开价，多争取一点电。随即，大钱商会的人纷纷报价，整个大厅乱作一团，一个个都是唾沫横飞，争得脸红脖子粗的。好了，今夜咱们吃饭喝酒看烟火，不谈金钱，那个太俗了。等万国大会开始，大家各凭本事。紧接着，陆源打了个响指，周围的乐团开始奏乐，柔和的曲调响起，整个大厅里的灯光变得绚烂起来。来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但仔细一想，只要能在万国大会拿下这些东西，赚钱只是早晚的事儿。想到这，众人又恢复了精神。这时，陆源突然起身后退一步，微微躬身，朝赵蒹葭伸出手：“这位美丽的小姐，我能否有幸邀您跳一支舞？”话音落下，所有人都朝着赵蒹葭看了过去。赵蒹葭笑了笑，他伸出手放在了陆源的手心上。陆源见状，轻轻揽住了他的细腰，将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肩头和腰上。感受到赵蒹葭的紧张，陆源小声安抚道：“别紧张，这是交际舞，是北凉特有的一种舞蹈。来，跟着我的步伐，很简单的。”谁紧张了？两人四目相对，瞬间将赵蒹葭的思绪拉回了5年前。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他努力平复情绪，转移话题。话说，这2个公主这么喜欢你，你为何不答应他们？我是大前人，岂能卖国求荣？陆源的回答让赵蒹葭内心一暖，随后他又接着问道：“夏、景2国皇帝如此重视你，大前皇帝却视你如无物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”为何要难过？他都不知道我在北凉做的事，又怎么会封赏我？如果不是世子他们隐瞒，皇帝可能……不怪赵吉，是我让他们隐瞒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挺有才的吗？为何不报效国家？那些有志之士，哪个不是一心为国为民？赵蒹葭有些不解，说陆源忠诚，可他做的那些事，足够自己助他9族事变；说他不忠，他又拒绝了2国的招揽。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？爱国非要满世界的宣扬吗？我这个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我救不了整个大钱，那我就救1州百姓；如果我救不了1州百姓，那我就救1县之民；如果我连1县之民都救不了，那能救几个是几个。但在这之前，我得先保护好自己，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。如果我让你去京城，去报效国家呢？我走了北凉县怎么办？换谁来，我都不会放心。这里有100万之众，哪一个不依靠我？再说了，朝堂之争是我厌恶的，在这里当个土皇帝也挺好，反正都是我说了算。而且很多事情，就连皇帝都无能为力，要不然怎么会有皇朝崩塌、改朝换代呢？所以我心很小，保护自己，保护北凉县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蒹葭，我知道你来自京城，地位高贵，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，但我应该不是你心中那种心怀天下的男人。我只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力，为何不试一试呢？不了，太累了，管一个北凉县都把我累够呛，去京城那不把我累死了？见陆源说什么都不愿意，赵蒹葭气得心里发堵。
随后，赵蒹葭又生出一个想法，继续问道：“5年前我不辞而别，5年后我又突然带女儿来找你，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你要是真想告诉我，我不问你也会说的。其实你猜的没错，我家的确跟朝廷有点关系。那我老丈人担任什么官职啊？要不你回去劝劝他，让他辞官算了，跟着大钱混没前途的。这天下迟早要完，还不如到我这里来，我肯定能保护你们一家。听到这话，赵蒹葭都气笑了。这狗男人张口闭口就是大钱要王。见赵蒹葭不说话，陆源又劝道：“蒹葭，你信我，长则3年，短则1年，这天下必将彻底大乱，到时候大钱肯定会陷入泥潭之中。现在你们还能抽身，要不然就晚了。”听到这话，赵蒹葭陷入了深思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第二天一早，陆源带着母女2人来到了审判大会现场。这里是北凉县广场，此时此刻，周围已经聚满了人。曹师爷站在前面，说完了开场白后，便让人将俘虏押过来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先来的是蛮族的将领，然后小队长，最后才是士兵。1万多人跪在了地上，场面十分震撼。其实，审判大会就是走个过场，以此来增加百姓的信心和凝聚力。再一个就是，这次3国使臣在这里，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目的。之后，曹师爷宣读完蛮族的罪孽后，2队士兵抱着烈士骨灰缓缓走来，原本嘈杂的现场顿时安静下来。全体起立，奏哀乐，默哀。陆源起身低头，赵蒹葭扫了一眼众人，让他震撼的是，那些北凉县的百姓，无论男女，都纷纷摘下了帽子，单膝跪地；幼童则是双膝跪地，向那些英烈叩首。沉重的哀乐奏响，曹师爷满腔悲愤地念诵着烈士的生平。听到这些，那些百姓也不由哽咽了起来。孩子们，看到那2位英雄了没有？以后要像他们一样，英勇杀敌，护卫百姓。我儿们一路走好。那一瞬间，全城的百姓都在高喊：英雄们，魂为凛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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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呼声让夏宁失声，让李无忧失去了思考。他们不懂，为何小小一个北凉县能有如此的凝聚力。我总算知道，为何北凉县百战百胜了。因为这些人是骨子里爱这一片土地，爱这里的百姓，他们怎么可能不强大？嗨，这狗东西还挺煽情的。李弼，请令君大人讲话。陆源脚步沉重，走到了烈士骨灰前，轻柔地捋平了上面的北凉军旗。兄弟们，感谢你们为北凉县做的一切，尔等牺牲是北凉全体的损失。从今日起，尔等入北凉英烈楼，向全城百姓香火。我陆源向着全城百姓起誓，必照顾好尔等亲人，若有违背，不得好死。父老乡亲们，如何才能让英雄安息？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用蛮族之血祭奠英雄之魂。杀！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用蛮族之血祭奠英雄之魂。杀！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用蛮族之血祭奠英雄之魂。杀！那震天的声音让赵蒹葭耳膜生疼，这沸腾的民意是他从未见过的。而陆源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北凉县的百姓是惹不得的，惹怒了是收不了场的。说得对，血仇须以血来报。万国大会结束之后，就踏平蛮族，给这些年死去的英烈一个交代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这一刻，全城的百姓都山呼万岁，赞颂陆源。大陆万岁！令君大人万岁！大陆万岁！令君大人万岁！大陆万岁！令君大人万岁！无论是张松年还是王德发，他们的内心都隐隐对北凉县生出了畏惧。一个能随便击垮10万骑兵的势力，最好还是不要得罪，否则蛮族就是前车之鉴。此时，赵蒹葭也莫名觉得振奋。诛灭蛮族吗？父皇直到死都在念叨这件事，现在他能完成父皇的遗愿吗？之后，审判大会和表彰大会都结束后，陆源就马不停蹄地去万国展览会做最后的视察。欢欢累了，便由赵蒹葭带回去休息。而北凉县即将对蛮族用兵的消息也很快传了出去。另一边，年迈的头曼疲惫地靠坐在虎皮大椅上，他看着2个儿子争论不休，心里有些烦躁。够了，乌孙、野仙，你们2个给我闭嘴！父亲，这一仗野仙必须负责。要不是他听信夏朝人的话，略结了张威，赛哈也不会惨死，咱们也不会损失3万多精锐。那也比你想要依附景朝好。依附景朝怎么了？不过是逢场作戏，这样一来，咱们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从景朝获得物资补充。现在陆源已经把周围的百姓全都掠走了，咱们上哪儿补充物资？难道你要让狼神的子民放马归山，学着那些农民种地吗？还是说你打算跟陆源拼个你死我活？你怕了？我没有。乌孙双目赤红，眼中闪过一丝暴力。野仙，要是没有了狼骑卫，蛮族迟早消亡。方才有消息传来，陆源在北凉县广场斩杀了咱们120狼祭旗，万国大会后将举兵前来，你怎么挡？
靠那30杆烧火棍，还是那几十颗轰天雷？听到这话，也先沉默了。北凉的重骑兵比狼骑卫还狠，陌刀兵更是骑兵克星，也不知道这陆源是怎么想出来的。还有火器营、火炮、重弩，现在又夺走了大量的战马，搞得蛮族内部人心惶惶。别吵了，当务之急，咱们要想着如何化解危机。我蛮族不怕打仗，但是一旦失败，后果能否承受？或者让大夏跟大景开价吧，谁出的价更高，咱们就偏向谁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去救一救那些人也行。听到这话，乌孙和野仙浑身一颤。他们父亲口中的那些人，其实就是蛮族的主脉。200年前，天下大乱，三国鼎立，几乎将主脉灭亡。他们这一支残部从草原迁徙过来，那时候他们号称荒族，为了不被追杀，他们改成了蛮族。而主脉则是遁入了北荒深处，再无音讯。他们沉寂了200年，再次被世人听闻时，据说已彻底征服西夷之地，领土范围甚至超过了三国中的任何一方。这支势力不仅拥有100万能弯弓射箭的士兵，麾下更掌控着1000万奴隶，这般盛况几乎超越了200年前他们最为鼎盛的时期。父亲，要是把那些人引来，咱们可就再也没法称王称霸了，到头来撑死不过是他们手下一个万户侯罢了。他们总归是自己族人，也好过咱们被异族吞并。再不济，咱们的狼气也能保留下来。先祖留下命令，要让咱们发扬光大，吞并神州，可到头来却只能在狭隘之地苟延残喘。今日主脉已经崛起，我等理应并入，光复大荒。见父亲心意已决，乌孙和野仙只能顺从。时间很快来到了万国大会的最后一日。这一天，陆源穿得很正式，他站在台上，下方是来自各国的商人，真正的大富豪，就等着最后一场的压轴拍卖。感谢诸位对北凉县的支持，想必这些天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很不错的收获。听到这话，下方众人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这些天，那些大富商只掏了个成本，靠着卖经销权就赚了个钵满盆满，还有一些人则是靠着生意置换，合作共赢。大老爷，就等您呢。是呀，陆令君，这2天我晚上做梦都是你呢。行，那话不多说，现在就开始拍卖雷电。在这之前，我先说一下规则。这一次拍卖的是10年的经销权，也就是说，拍卖之后10年不会变动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人都是眼前一亮。我夜观星象，今年雷电很多，我能多收集一些雷电。100万度只是起步，我保守估计300万度电是有的，而且以后每年都不会低于300万度电。之后电输入境内，你们想给谁，我一概不管，卖多少我也一概不管。为了方便管理，我打算一国选一个大代理，这样也方便输电。而一国的代理起拍价300万两起步，先从大钱开始。此话一出，各国商会纷纷争抢拍卖，最终赵吉以580万两的价格拍下销售权。接下来拍卖的是大景的市场和大夏的市场。陆源刚一说完，现场就开始激烈报价，最终大景的拍卖价格停在了700万两，大夏的拍卖价格停在了820万两。三国代理权总计拍出2100万两。赵监家算出这个数字后，已经震撼的说不出话来。算上粮税等各种杂税，大钱全年税收也就1800万两。我要是也有这么多钱，我就可以扭转乾坤，能把京城糜烂的禁军重新打造成当世强军。想到这，赵监家攥紧拳头，内心生出一个想法。感谢诸位对北凉县事业的支持，我宣布第4届万国大会圆满结束，诸多货款请诸位在1个月内结算完毕，过期不候。陆源说完后，向众人拱了拱手，随后转身走向了幕后。现场众人都意犹未尽，有些舍不得离开。这一次只捡到一些边角料，得努力赚银子了，明年再到万国大会来碰碰运气。不用明年，今年8月，北凉第1届运动大会召开，据说有很多种项目，每个项目都设置了很多奖金呢，到时候我再来碰碰运气。对，这运动大会我看了，还是很有意思，既能扬国威，又能赚银子。众人才刚掏完银子，转头就盯上了3个月后的运动大会。运动大会还没开始，热度就已经炒起来了。回到家，赵监家主动对着陆源说道：“恭喜啊，2100万两，比一国的税收都还要高。”我还以为你又要说我掉钱眼里去了呢。虽然我不喜欢你的行事风格，但钱财在某些时候真的很重要。你娘咋了？今天吃错药了？爹爹，我偷偷告诉你，我娘没银子了，想问你借银子，但是她又不好意思说。自己的老底被女儿揭得一干二净，赵监家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。看到一脸尴尬的赵监家，欢欢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他急忙躲到陆源怀里，小声道：“娘亲，对不起，欢欢不是故意的。”哎呀，不就是银子吗？我最不缺的就是这个，说吧，要多少？你说个数。面对慷慨的陆源，赵监家事先准备好的那些措辞完全派不上用场。他想了许久，最终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陆源，谢谢你，借你的银子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”还就不用了，老公赚钱老婆花，天经地义，你说个数。
我一会儿就让曹氏爷给你取来。赵监家迟疑了一会儿，最终伸出一只手。你想要50万两？行，不就50万两吗？一会儿就给你送来。赵监家一愣，急忙摇头。不是50万两，他其实是想借5万两，朝廷实在是没银子了，内堂也空了，要不是地方上供，他连蜡烛都点不起了。那你想要500万两？不，我只打算要5。别说500万两，就算是5000万两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也给你。现在我马上就派人去调这500万两，你拿去零用，想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。以后就按照500万两一年给你，算上闺女那一份，我再给你500万两，也就是1000万两。听到这话，赵监家内心一阵触动，眼眶微微泛红。他从未想过陆源会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。你给的实在太多了，我还不上。你要是觉得有心理负担的话，你就当这1000两是我给闺女的吧。这5年来，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这些钱就当是对她的补偿吧。赵监家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觉得任何言语在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很快，曹师爷就已经指挥人将一箱箱金子搬到了赵监家的院子里。银子太多，不好携带，所以我让人都换成了金子。这里是50万两黄金，剩下的500万两，之后几天再凑齐给你。马三宝看着那些金灿灿的黄金，直接被闪瞎了眼。有了这笔钱，陛下就不用那么愁了，很多事情都能迎刃而解了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你别误会，这些都是我这几年的分红。我虽然是北凉县令，但是北凉县还有100万百姓要养，我不可能直接从公库里拿钱。听到这话，赵监家才放下心来。深夜，赵监家哄睡了孩子后，将陆源约到了凉亭。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呀？既然孩子已经知道了你这个父亲，那我们这一趟北凉就没算白来。明日我们就动身回京，欠你的银子我会在1年内还给你。这么快就不能再多留几天吗？中州大旱3年，粮食颗粒无收，大量的百姓逃难进京，我得回去帮忙。所以你借银子是为了赈灾，那是朝廷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哦对，如果我老丈人是户部官员的话，那还真有点关系。是不是狗皇帝强行逼迫你家赈灾？如果是，你这一次回去就把老丈人一起带北凉来，我保证那狗皇帝找不到你们。见他一口一个狗皇帝，赵监家攥紧拳头，气得发抖。不许对陛下无礼，难道在你眼里，陛下就这么昏聩无能？其实她一个女人执掌天下，我还是很佩服的。但是吧，她太蠢了，她上位后做的那些举措，简直是老奶奶钻被窝，给爷整笑了。要不是她，这大钱还能勉强支撑个10几20年。赵监家强忍着怒意问道：“那你说他哪里蠢了？在我看来，陛下所做皆圣明之举也。”圣明，我承认他本意是想大钱变好，可惜用错了劲儿。就拿女帝清理阉党来说，若是几10年前，这绝对是好事。可现在他是自毁退路。你不懂就别胡说。那些阉狗结党营私，把持权政，清理掉他们，难道不是大快人心的好事？我胡说。阉党清理掉后，女帝就真的掌控朝政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她反而变得更加寸步难行。还有，就算女帝重用端王，但是端王最多是个润滑剂，绝大多数时候端王就是个吉祥物。其实不用端王说，我也知道，当初力推女帝执掌朝政，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，好掌控。端王必然是许了重诺，才让这些狗官支持女帝的，要不然皇子岂不是更适合？听到这番话，赵监家愣住了，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没等他回应，陆源就继续说道：“我听说朝廷那些人还逼着女帝嫁夫，她可是女帝，哪有嫁人的道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些人应该都是在推举自己家族的青年才俊，等诞下皇子，再选举为太子，到时候就是女帝的死期。届时大钱是不是真的姓赵，就两说了。”听到这话，赵监家内心生出一股惧意。端王是陛下的心腹，他怎么可能会跟那些人有约定？你休泼脏水，毁人清白。赵佶是我弟子，我跟端王算是兄弟，我至于泼脏水吗？其实我挺理解端王的，大钱天崩地裂，他硬生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维持了大局。说实话，我敬佩他都来不及。只可惜他错了，他就算要向那些新党人低头，也不能拿阉党来做投名状，那可是先帝留给后代制衡新党最大的制约手段。你说什么？阉党无恶不作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怎么可能是先帝留给陛下制约新党的手段？哼！先帝在世15年不上早朝，却依旧政通人和，这是先帝的功劳吗？不，并不是，是那些人不想让先帝上朝，不想让先帝说话才对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先帝为了制约新党，才重用阉人。等阉党大行其道的时候，陛下才逐渐有了话语权。而且你要知道，阉人无根，注定翻不起风浪。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皇权，阉党势力越大，就意味着皇权复兴。赵监家很想反驳，可陆源说的有理有据，他根本无从还嘴。另外，我还记录了这50年来大钱的天气变化，无论南北，天气都越来越冷了，不是旱灾就是洪涝，天气极为不稳定。所以，如果不能将矛盾转移解除，
解决生存危机，大前王国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听到这番话，赵坚家内心五味杂陈。既然你眼光如此长远，这么喜欢指点江山，那随我进京不是更好？坚家，我自己多大本事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让我去做大前的救世主，我真的做不到。而且大前的麻烦远不止于此，我若去了京城，只会白白浪费时间。留在北凉县，我才能更加专注地应对未来的局面。听到这话，赵坚家闭目不再说话。陆源见状，也不再勉强，和他简单道别后，就转身离开了凉亭。赵坚家不懂，他也能理解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作为穿越者，他可以看清这个世界的脉络。要不了多久，乱世必然来临。他若是离开北凉，掺和朝政，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第二天一早，赵坚家还是执意要离开。这次陆源没再阻拦，他派了红姑、鹰眼、赵吉、张威和他一起护送陪同，另外还派遣3000部族、1000骑兵、1000火枪兵护送。马车上，赵坚家抱着欢欢问道：“三宝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当初魏贤之所以能一手遮天，是不是我父皇纵容的？”马三宝低头，神情有些慌张。小姐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是不是？是。赵坚家得知答案，他内心深处父亲高大的形象瞬间崩塌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老奴不想让您觉得先帝阴难。先帝登基20年，15年不上朝，并不是先帝身体不适，不愿上朝，而是那些人不许先帝施政。那时候，先帝的政令甚至都出不了宫。那一段时间，先帝自暴自弃，沉迷升仙，一来是因为心灰意冷，二来也是为了迷惑那些人。后来魏贤做大，陛下说话才逐渐有人听。听到这话，赵坚家回想起昨晚陆源和他说的那番话。三宝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当初我诛杀阉党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不能阻止，会出事的。那些人丧心病狂，一旦小姐继续重用阉党，那小姐也会也会步父皇的后尘，对吗？所以他们说我是千古圣君、英明神武，统统都是假的。他们只是为了哄我，想让我乖乖听话而已。看着赵坚家这副失望的模样，马三宝急忙下跪劝道：“小姐，您可不能因此失去信心，您才是大前忠心的希望啊！”我不会失去信心，相反，我更加有斗志了。父皇没能忠心大前，我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。之后，赵坚家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开始认真思索陆源的那些话。最终，他决定回京后，先和端王好好聊聊，再做进一步的打算。车队一路疾驰，3个时辰就抵达了北凉关。不过，兵抵城下的时候，城门却并没有打开。来者止步，此乃大前北凉关，速速退去，否则杀无赦。我操！孙二愣子，老子是张威，快点给老子开门！孙二愣子却像是没认出张威一样，继续说道：“放屁！我们总兵大人好端端的在关内，怎么会跑到关外去？来人，放箭射死这冒充总兵大人的狗杂碎！”话音刚落，数以百计的箭矢如同流星一样朝着张威射去。张威吓得脸色苍白，飞快缩进了金刚打造的车厢内。这群狗东西真是反了天了，连老子都敢射！一时间，箭矢都被车厢给挡了下来。人群中的陆源也察觉不对，他暗暗打了个手势，紧接着5000兵马拿出武器，迅速退到了安全地带。张老哥，北凉关有变，快撤！随后，陆源等人撤到了安全地带后，他来到赵坚家的马车旁，叮嘱道：“坚家，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，到时候你跟孩子先回北凉县。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北凉关有变，里面有人要夺权了。城墙之上，刘勇一巴掌拍在了孙二愣子的脑袋上。你他娘的是不是蠢货？你这么做，不就摆明了告诉那冒充总兵的狗官，咱们要射他？刘总兵，属下知错了。刘勇又忍不住踹了他一脚。刚才多好的机会啊！我强忍着没有下令进攻，不就是等着张威露头吗？结果现在白白错失了良机。刘总兵，当务之急不是责怪孙二愣子，而是想办法杀死那冒充张总兵的狗贼才是。刘勇点点头，内心却是无比烦躁。都怪这蠢货坏了我的计划。下面这么多北凉县护卫军，我们怎么打？那些人每一个都是以一当十的精锐，他们吃得好，装备好，没有数倍于他们的兵力，很难打赢的。看着愁得焦头烂额的刘勇，徐海冷静分析道：“他们最多就几千人马，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商队。就算北凉护卫军能打，有这么多累赘在，总归是放不开手脚的。有道理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出手，他们趁机跑回去调兵遣将，您觉得咱俩还有活路吗？所以综合来看，现在就是拿下他们的最佳时机。你说的对，绝不能放过这一次机会，无论如何也要打赢这一战。有了这些俘虏，咱们就有了跟陆源谈判的资本，到时候北凉县那些武器，统统都是咱们的。刘总兵英明，传我军令，击杀来犯敌军，绝不姑息。是。与此同时，处在城下安全地带的张威拿着喇叭大喊：“刘勇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究竟想做什么？你让兄弟们进攻，是想害死他们吗？”既然有胆量前来，就要有赴死的准备。全军听我号令，射箭！话音落下，
数以万计的箭矢冲天而起，在空中划过无数道弧线，破空而去。退后，继续退后，再退300米。陆源一边让人护送这些人离开，一边让步兵举盾挡在前面，为他们争取时间。看到这一幕，张威无比惭愧。哎，兄弟啊，哥哥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刘勇这狗贼真是该死啊！是兄弟就不讲两家话。今天我就帮你诛杀刘勇和徐海，夺回北凉关兵权。但是我希望老哥能够顺藤摸瓜，把刘勇背后的人给揪出来。没错，刘勇还没那个胆子夺权，所以他身后肯定有人指使。好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北凉关城墙高达10丈，宽2丈，没有10万大军是很难攻破的。咱们只有5000人马，没有带任何攻城的器械，想要诛杀逆贼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不用攻城也能诛杀这2人。听到这话，张威皱了皱眉。聪明的他没有继续追问该如何追杀，他知道陆源不是那种爱说大话的人，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兄弟，那就拜托了。交代完张威后，陆源又向鹰眼打了个手势，发信号，诛杀刘勇和徐海。是。随后几道烟花冲上天空炸响。大老爷，消息已经发出去了。陆源点点头，随即抽出了一根华子。接下来咱们坐着看好戏便是。另一边，北凉关城墙之上，刘勇紧张地观察着战场。这时，一旁的徐海放下千里镜，兴奋道：“总兵大人，陆源那家伙也在车队里面。只要咱们抓住了陆源，那北凉县的一切就是咱们的了。到时候要钱有钱，要地盘有地盘，要人有人。”听到这话，刘勇呼吸急促起来。那还等什么？传老子军令，冲锋！话音刚落，一个士兵匆匆跑了过来。总兵大人，不好了，有叛徒想开城门接以叛逆。刘勇听后，先是一怒，随后大喜。我就知道张威那狗东西肯定有后手，老子正好趁机将他们连根拔起。随后，刘勇指着一旁的周鹏骂道：“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派人上啊！”此时的周鹏正冷冷地看着刘勇。当他听到那句有叛徒想开城门接引叛逆这句暗号后，他就做好了准备。徐海突然察觉不对，想要开口提醒，结果下一秒，周鹏猛地拔刀，寒光一闪，刘勇的脑袋就落在了地上。看到这一幕，徐海大叫一声，转身就想跑，结果被周鹏几人拦住了去路。徐海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周鹏就快速拔刀砍掉了他的脑袋。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所有人。周鹏，你想做什么？周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击杀刘总兵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周鹏冷笑一声，随后高举刘勇的脑袋，大声喊道：“诸位兄弟们，叛逆刘勇已经俯首，周鹏奉承总兵之命击杀2位贼首，若再不束手就擒，格杀勿论。”对，快停下，不要再进攻了！大家齐聚北凉关，都是为了保家卫国，而不是替奸贼卖命。原本还在进攻的士兵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看着刘勇和徐海的脑袋，他们神情复杂，不知所措。看着不知所措的士兵们，周鹏又开口道：“其实张总兵这一次出关，就是为了将这2个奸贼引诱出来。走之前，总兵大人交代了，若2贼俯首，其他人既往不咎。”这一句话瞬间让众人做出了抉择：不打了，不替叛逆卖命。紧接着，士兵们一个接一个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原本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众人纷纷停止。对，不打了，我们不替叛逆卖命。对，不打了，我们不替叛逆卖命。与此同时，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的张威凑到陆源身边。老弟，他们好像停手了。话音刚落，北凉关城墙上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张总兵，我是周鹏，墨江县已将哗变贼首刘勇、徐海诛杀，恭请总兵指示。”很好，刘勇、徐海皆已伏诛。哦，会不会是引诱之策？这2人我都打过照面，他们的死人头我还是认得出来的。随后，陆源又对着一旁的葛二毛说道：“二毛，让他们打开瓮城的城门，另外，瓮城里面的城门也一并打开。”是的。张威和陆源道谢后，他又暗暗看了一眼赵坚家，随后也上了战马，冲到城墙下叫门。这一叫，2道城门还真就打开了。你看，我说了能入城，没骗你吧？陆源，你手可真长，连北凉关内也有你的人。那周鹏和孙二愣子是你的人吧？看破不说破，这样大家都不尴尬。很快，车队全部进城。好了，张老哥，这些人就拜托你了，我现在得先回北凉县了。此话一出，赵坚家一脸惊讶。这天都快黑了，你现在返程，万一碰上蛮兵怎么办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被看出心思的赵坚家连忙撇过头解释：“我不是关心你，我是担心那些将士因为你错误的决定而牺牲。”陆老弟，要不你还是歇一晚再走吧。是啊，陆师，咱们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，稳妥起见，还是留在这里较好。欢欢也抱着陆源的脖子不肯撒手。爹爹，留下来吗？陆源宠溺的捏了捏欢欢的包子脸。爹爹也想留下来，但是爹爹必须得回去。现在夏宁和李无忧还在北凉，鬼知道他们会搞什么花样。虽然北凉县有健全的反应机制，但陆源始终不放心。这一次若不是为了母女俩，他是不会擅自出城的。看着欢欢对父亲不舍的模样，赵坚家叹了口气，继续挽留道：“陆源，这一走，可能就是永别了。”
今晚留下来再陪一陪欢欢，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，如何？你这是在留我？陆源见他默认，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。这一次的别离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聚。蒹葭，你有你的坚持，我有我的责任，时间会证明我说的一切。等到那一日，我一定会来接你们。说完，陆源对着众人拱手告别。山水有相逢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陆师保重。爹爹。陆源看了赵蒹葭一眼，随即上马，带着众人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北凉关。咱们走。看着陆源离开的背影，赵蒹葭心里突然一空。回想起这些天的经历，他竟然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。等陆源的身影彻底消失后，他才扭头看向一旁的张威和赵继，两人紧张的对视一眼，艰难的咽了口唾沫。扑通一声，二人齐齐跪在了地上。陛下，微臣有罪，请陛下责罚。哼，别急，该给的惩罚一个都逃不掉。得知赵蒹葭母女离开后，夏宁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陆源家的大厅等着他。他穿着北凉县特有的 JK 裙，那裹着黑丝的大白腿，看得周围的侍女们都忍不住吞咽唾沫。这时，陆源走了进来，他看到夏宁的装扮后，强忍内心的骚动。找我有事？夏宁凑到了陆源跟前，顺势勾住他的脖子，坐在了他的腿上。陆源哥哥，你看我今天美不美？大清早的，陆源火气本来就大，被他这么一磨蹭，简直快要爆炸了。下去。不嘛，陆源哥哥，我想好了，既然你不接圣旨，那我就留在这里当你的小跟班，行不行？不行。陆源想也没想，就直接拒绝。快回你的大井吧，别来烦我了。陆源哥哥，上一次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了我，让我颜面尽失，难道你就不能给我一点补偿？要浪就滚出去浪。哼，你是石头吗？人家都这样了，你就不能温柔点？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？不说就滚。见陆源脸色逐渐不耐烦，夏宁连忙笑道：哎呀，陆源哥哥，你别生气嘛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，你不要攻打蛮族，可以吗？听到这话，陆源直接将夏宁推开。这是没得商量，蛮族必须灭，我北凉县必须拿下蛮族地盘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北凉县要扩张，蛮族栖息地就是第二城。夏宁摔了一个屁股蹲，差点就疼得哭出来，但是他来不及委屈，因为陆源的话让他懵了。你要修建第二城？陆源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从这个角度恰好能将风光尽收眼底。是又怎样？见陆源打算来真的，夏宁索性跪在了地上，可陆源却不吃他这一套。看着夏宁讨好的模样，陆源眯了眯眼。蛮族投靠大井了。嘿嘿，陆源哥哥果然慧眼如炬。要不，陆源哥哥你娶我吧，我让蛮族归附北凉县，行不行？想得美！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，不管是大井还是大夏，敢接收蛮族，那就是与我北凉县为敌。想抢走我的免费劳力，门都没有。哼，你太霸道了，但是人家好喜欢哦。这妹子怕不是个抖 M 吧？总之，记住我的警告，要不然大井就会变成第二个蛮族。听到这话，夏宁不敢再接收蛮族。之前大井和北凉交战惨败的画面历历在目。真小气，你这个男人心是石头做的吗？那个女人对你横眉竖眼的，我对你百依百顺，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哼！想跟着我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？脱离大井，当我的婢女。听到这话，夏宁气得不行。你把我娶了，我就脱离大井了呀！别说当你的婢女，你想怎么收拾我都行。我怕你把我吃了。随后，陆源摆了摆手，对着鹰眼说道：鹰眼，送客。好好好，我夏宁还就不信这个邪了，我非让你心甘情愿把我娶回家不可。哼！他撂下一句狠话后，气呼呼的离开。滚！他前脚刚走，后脚李无忧就来了。他穿得更加劲爆，一身最新款的兔娘装，勾勒出他完美的身材。他来的目的跟夏宁一样，也是替蛮族求情的。陆源也是直接拒绝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在被陆源警告一番后，李无忧一脸不甘的离开了。打发完两位公主后，陆源将曹师爷等人叫了进来。接下来我要说两件事：第一，是对蛮族用兵，彻底拿下蛮族聚集地；第二，拿下蛮族聚集地后，我打算建立第二城。中州大旱，数百万的百姓流离失所，这是北凉县发展壮大的好机会，咱们要抓住这一波机会，充盈北凉县人口。不管什么时代，人力都是顶级资源，人口刚过100万的北凉县更需要人口。之前和赵蒹葭的那番谈话，也给陆源提了个醒，与其让中州百姓涌入白玉京，倒不如让张威他们把人引向北凉县。只要给灾民一口吃的，他们就能为你卖命。给陆源500万人口，他就敢横推这个世界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人都惊喜万分。大老爷，咱们要修建第二城了，会不会太快了？继续在老城外扩建不行吗？陆源打了个手势，鹰眼就将一旁的地图抬了过来。蛮族聚集地距离咱们不过50里地，但是这中间是一马平川的平原，是极为上等的良田。若是开垦出来，少说也能多养活20-30万人。未来粮食第一，人口第二，地盘第三，咱们还需要继续囤积更多的粮食才行。所以诛灭蛮族后，将蛮族聚集地打造成第二城，这样既可以容纳新加入的百姓，也可以作为桥头堡，更好的收集容纳资源。而且
没了蛮族角势，日后各国商人来北凉县做生意也更加的方便。听完陆源的分析后，众人都是摩拳擦掌，毕竟开疆拓土，谁不喜欢啊？等日后陆源乘风而起，他们必然跟着得道升天。大老爷，我愿意请命攻打蛮族。大老爷，我也去，打不下蛮族，我葛二毛剃头来见。大老爷，我曾六金愿带领陌刀兵攻打蛮族。看着亢奋的众人，陆源点了点头，随即开始调兵遣将。狮子搏兔一用全力，3万人他直接派出了2万人，给你们一个白天的时间休息调整，晚上再去进攻蛮族。在这之前，把消息给我捂死了。明天天亮，我希望你们凯旋归来。是，大老爷。与此同时，乌孙和野仙跪在龙床旁边，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，乌孙泪流满面。阿爸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没希望了，我怕是熬不过今夜了。头曼的身体本就一直不太好，前几天主脉那边的人拒绝了他的请求后，他便彻底心灰意冷，没了指望。身体的病痛加上心灵的打击，最终让头曼一病不起。大夏、大景给了回复，陆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，之后将继续攻打蛮族，恐怕这几天就会有动作。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对，跟他们拼了。陆远大势已成，连大夏和大景都要慎重对待。我们的狼骑卫元气大伤，实力锐减，面对北凉护卫军更需谨慎才是。现在我们要么借道离开，要么就只能投降了。听完这话，众人沉默。阿爸，要不咱们再去主脉那边试试？只要我们再做出一些条件置换，他们一定会同意的。是啊，只要能撑几个月，就一定能等到援军。想要撑到救援，就必须先假意投降，等到荒族大军前来，咱们再反攻。说完，头曼便剧烈咳嗽起来，也先不断的给他拍背顺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头曼才缓了过来，他紧紧地握住乌孙的手，说道：我是不行了，但是蛮族需要一个领头狼来带领大家走出困境。听到这话，众人都紧张地看着头曼。阿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带领蛮族走向巅峰。可头曼却仿若未闻，他转头继续对乌孙说道：乌孙，你一定能带领全族脱困的，对不对？阿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带领蛮族突破重围。好，所有人都听着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乌孙就是头曼话还没说完，外面就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杜后，爹媳。话音落下，紧随而来的便是震耳欲聋的马蹄声和枪声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神情大变。头曼深知自己时间不多了，而现在蛮族乱作一团，需要一位领头狼，所以他死死握着乌孙的手，也要把遗言说完。乌孙就是蛮族新一任的头狼。然而这声音却被外面猛烈的炸响给覆盖，可一旁的野仙却听得一清二楚，他脸上的表情从委屈到不满，再到充满杀意。我才是左贤王，凭什么让乌孙当头狼？头曼在说完这句话后，当场就咽了气，到死都没有明白。阿爸，别他娘的哭了，敌人都打到脸上了，你还要哭到什么时候去？说完，野仙便抽出了腰间的弯刀，举刀向天道：我是蛮族左贤王，父亲死前让我认蛮族头狼，儿郎们随本王杀敌。说着，他也不给乌孙反驳的机会，大步流星的冲出大帐。其他人见状也急忙跟了出去，而帐篷之中还有一半忠于乌孙的人留着没走。混账东西，篡改阿爸遗言，其罪当诛。不过他也明白敌军来袭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既然他着急立功，那就让他先打头阵，咱们在后面捡漏。走，随我杀敌，用血来祭奠阿爸在天之灵。说完，他也抽刀跟了出去。乌孙走出营帐，便看到天空中升起了数道火光，那火光几乎照亮了整片天空，漫天火箭铺天盖地而来，顷刻间就将蛮族聚集地烧成了一片火海。乌孙看到攻打蛮族的是北凉护卫军，他心都凉了半截。快，往后撤！北凉突然袭击，他们蛮族连阵型都没有摆出来，根本就没法打。他本以为野仙会顶上去，结果扭头一看，那狗东西跑得比自己还快。野仙，你怎么跑了？只可惜野仙骑着马已经跑远了，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其实野仙走出营帐，看到北凉护卫军后，他就知道蛮族大势已去，除了逃跑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大王，我们就这么丢下他们跑了，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？道不道德？我们都已经跑了，说这些有个屁用！再说了，都是马上长大的，谁不懂夜袭贴脸太大的分量？好了，赶紧走，只要逃到了大夏，咱们就安全了。他想过陆源会偷袭，可没想到他会选在今天，而且还是夜袭。今晚头曼亡故，大家只顾着争头狼的位置，谁能想到还有这一茬？只能说陆源时机把握太准，用兵太狠。他本以为两国公主能斡旋一二，结果这两公主都是废物。另一边，乌孙也是尽可能的集合残部，不过护卫军太猛，他们手中的枪械一枪就能带走一个人，再加上起东风，大伙一瞬间就连赢了，很多人就这么硬生生的被烤熟了。快，狼骑卫，快点集结！大王，我们只集合了几千人，其他人都被野仙给带走了。该死！乌孙虽然气愤，但现在情况危急，也只能先就此作罢。走，去大井，只要进了大井，我们就安全了。说完，他挥舞着马鞭，朝着大井边关狂奔而去。
与此同时，鹰眼穿着特制的盔甲，挥着狼牙棒，一头扎进了人群之中。葛二毛则是率领众骑兵在最前方横冲直撞，直接杀穿了整个蛮族聚集地。蛮族的男女老少都在疯狂逃窜。曾六金的陌刀团则是从对方的骑兵侧边切入，对方仓皇之间结成的阵型瞬间就被冲散。王大彪一路冲进了黄金大帐，最终只发现了头曼冰冷的尸体，他气得破口大骂。来晚了，高声道：头曼已被斩首，跪地缴械不杀。头曼已死，跪地缴械不杀。头曼已死，跪地缴械不杀。头曼已死，跪地缴械不杀。当士兵们看到头曼的头颅后，瞬间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地上。他们之前不知道头曼已经病死的消息，因为乌孙和野先止步着逃跑，根本不顾他们的死活。而这两人一逃，也直接带走了蛮族为数不多的精锐，这让蛮族本就低下的士气荡然无存。他们一个个犹如丧家之犬，跪在地上。他们深知蛮族完了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。王大彪叫住了杀红眼的鹰眼：行了，别杀了，这些以后可都是免费的劳动力，你都杀了，以后谁给咱们做苦力？话说，乌孙、野先这两个龟儿子跑到哪里去了？一个跑去大下关，一个跑去大警官了。哼，这俩龟孙跑得也太快了。放心吧，他们逃不掉的。要是大夏和大警真敢接收这些人，那就是跟咱们作对，他们没那个胆子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先清点战俘，顺便也可以让弟兄们休息一下。说完，葛二毛便下令让众人就地休整。乌孙带人赶到大警关后，直接被大警的人拒之门外。乌孙嘴皮子都快磨烂了，也没有任何用。眼看天色将白，他们无所遁形，肯定会被找到的。大王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去大夏关碰碰运气？不用了，我估计野先那边跟我们情况一样，这两国畏惧北凉县，是绝对不敢收咱们的。此时，乌孙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那番话：向陆源投降吧，最起码还能活下来，哪怕当个免费劳工也没关系，只要主脉的人一来，咱们就有救了。听到这话，众人纷纷沉默。他们纵横北凉200年，不知道杀了多少届北凉县令军，而如今全族人都栽在了陆源的手里，接二连三的失败已经彻底吓破了他们的胆，再也没有往日半点嚣张气焰。更何况主脉的人愿不愿意出手相助，都还是个问题。都不说话，那我就当你们默认了。乌孙很清楚，如果没有荒族，他们拼了命都会抵抗，但是现在知道自己还有一点退路，还有一点点希望，谁都不愿意去送死。就在乌孙准备折返去北凉县的时候，路上恰好碰见了野先他们，双方大眼瞪小眼，气氛十分诡异。最终还是野先开口嘲讽道：怎么，大警不收你？你不也一样吗？否则你们也不会折返回来。听到这话，野先越想越气，一想起自己送出去的碎发枪和轰天雷等物，他心都在滴血。操，这两国的人都被陆源给吓破了胆，他们收了老子的东西，居然出尔反尔，这仇老子记一辈子。北凉县有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听阿爸的，保留有用之身，等到援兵来临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要不咱们假意投降，在外面咱们攻不破北凉县，但是在内部就不一定了。哦，有道理，硬的来不过，那咱们就来软的。与此同时，北凉关城楼上，陆源已经收到了大捷的消息。好，太好了，这一仗打出了我护卫军的威风。陆源兴奋地攥紧拳头，曾几何时，蛮族于他而言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，可如今他总算将这座山给彻底扳平。曹师爷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是满脸喜色。那咱们俘虏了多少人？回师爷，我军大概凌晨2点抵达蛮族聚集地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大军采用迂回战术，冲入蛮族营地，势如破竹，将那些蛮子杀得哭爹喊娘。王团长将头曼斩首，震慑蛮兵。这一仗合计斩首14000余蛮兵，俘虏3万蛮兵，约39万蛮族百姓。野先、乌孙二人带着2万余人逃向了大夏关和大景关。葛团长已经带队去追击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听到这话，红姑满是喜悦，恭贺大老爷诛灭蛮族。从今天起，这300里之地尽归我北凉县。大老爷，这捷报是不是该通报全城，让所有百姓都乐呵乐呵？通报吧。得到陆源的允许后，曹师也喜滋滋地走了。很快，北凉县大捷的消息传遍了全城。公主，不好了，蛮族被陆源给灭了，咱们大景这么多年的扶持全都白费了。你说什么？昨夜陆源派遣2万人以叶逊的名义出城，实际上是直奔蛮族去的，结果一战就彻底将蛮族给扫平了。头曼被斩首，乌孙和也先带着2万人不知去向，蛮族无力啊！这男人也太无情了，半点面子都不给我。在他看来，没了蛮族当搅屎棍，就没人能阻止北凉县做大做强。想到这，夏宁气冲冲地跑出去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要个说法。结果刚一出门，就看到同样气冲冲的李无忧，两女对视一眼，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斗嘴。蛮族被灭了，北凉县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了，咱们得联手遏制北凉县才行。虽然2位公主都很喜欢陆源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针对北凉县。野先是大夏的4镇将军，陆源这么做就是在打大夏的脸。
巧了，乌孙也是大井册封的蛮族王，他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哼！很快，二人便找到了陆源。你们两个过来做什么？我现在没空陪你们调情。陆郎，也先是我大夏册封的镇北将军，北凉县无端偷袭，应该给我大夏一个说法。陆源哥哥，虽然宁儿身心都是你的，但乌孙也是我大井册封的北蛮王，蛮族封地乃是我大井之地，你无端侵略我大井国，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啊？陆源转了转手里的笔，甚至没有起身的意思。你们想要什么说法？把蛮族那些人给放了，由我牵头签订不战协议，我可以保证，未来蛮族绝对不会跟北凉县作对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陆源哥哥，那可是我大井的地盘，你这样无端攻击，传回去后，宁儿很难交代呢。要不你把他们放了，赔个几十万两，意思意思如何？陆源放下笔，点燃一根华子。在你们眼里，蛮族欺我，我却不能打回去是吗？之前我已经告诉过你们，大夏和大井庇护蛮族，就是在跟我北凉县作对。如果你们想跟我北凉开战，那咱们就在战场上见真章，不把大井关和大夏关踏平，算我陆源没本事。陆令君，你可不要不识好歹，破坏咱们之间的交情。你北凉县再强，也不过100万之民，我大井拥兵100万，空闲之士30万，不是大井怕你们北凉县，而是我们不愿以大欺小。陆令君，咱家是最好说话的，你拒营圣旨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打了我大夏的将军，咱家回去也不好交代呀。到时候陛下震怒，引得天兵降临，就算北凉县实力强大，恐怕也难以对抗几十万大军呐。当然，你要是接了圣旨，那就好说了，到时候成了地序，陛下一高兴，把整个蛮族聚集地分给你做封地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想当我老丈人，下地还没这个资格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废话了，开打吧。陆某在这里等你们发兵，不来的话，陆某就亲自打上门去找你们要个说法。此话一出，下面的4人直接傻眼了。陆源的硬气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。陆令君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到时候两国夹击，北凉县生灵涂炭，可是你想要的。陆源被烦得不行，他从桌子底下掏出一把驳壳手枪，直接对准王德发的脑袋开了一枪。此时的张松年都快被吓尿了，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。陆大老爷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只是进行友好的协商，您干嘛这么大的火气啊？妈的，老子都快被这个老逼灯给烦死了，说话阴阳怪气的。老子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阴阳人，现在把他干死了，心情都变好了。此时夏宁也被吓得够呛，他怎么也没想到陆源居然毫无征兆的开枪。那可是王德发啊，夏帝身边的大太监，大夏内廷的尹相啊，他这么做就不怕夏帝找他麻烦吗？陆源哥哥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没有逼你的意思。是啊，我们刚才只是……你说你们怎么敢在我的地盘上要挟我？是脑黄金吃多了吗？花了几千万两跟北凉县做生意，看来现在生意你们也不想做了。那行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2位公主就屈尊留在我这里做个婢女，什么时候两国朝廷派人来赎人，我们就什么时候放了你们。以前陆源还要忍气吞声，但是现在不需要了。北凉县越来越强，两国必然会遏制北凉县的发展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用拳头打服他们，打到他们不敢再叫嚣为止。听到这话，夏宁浑身忍不住发颤，声音都带上了哭腔。陆源哥哥，宁儿错了，你别吓宁儿好吗？李无忧跪爬到陆源跟前，随即用手帕将脸上的血渍擦拭干净，然后强行挤出一个微笑，开始给陆源捏脚。陆郎，杀得好，这样口出狂言的狗东西就该杀。方才他有多嚣张，此刻就有多卑微。我这个人姓凤的，是以德服人，最不喜欢逼迫别人。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大可以说出来，我这个人是很好说话的。李无忧强忍泪水，挤出微笑。没有逼我，一切都是贱妾自愿的。懂事，以后别穿这衣服了，穿兔女郎吧，我喜欢那个。还有你 JK 就挺好，但是我喜欢肉丝。好，宁儿记住了。夏渊，把这2个人拉下去好好调教一下。是，大老爷。正当夏渊准备将2女拉下去的时候，一个士兵匆匆进来通报：大老爷，斥候来报，疑似蛮族残兵向我方突进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，全军戒备，随时准备迎战。听到这话，众将士都纷纷动了起来。顷刻间，城墙上就站满了人。夏宁和李无忧对视一眼，也紧张地跟了出去。城墙前方烟尘滚滚，城下野仙高声大喊：陆令君，我是蛮族左贤王野仙，我带领蛮族精锐投诚北凉县，请陆令君出来一见。听到这话，北凉护卫军都懵了。啥情况啊？葛团长他们不是已经把蛮族组的给一锅端了吗？这些人不想着报复，怎么还特地跑过来投降了？夏宁和李无忧对视一眼，眼里都充满了无奈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还做个什么劲儿啊？就是啊，辛苦绕了一大圈，反而还把陆郎给惹生气了，真是费力不讨好。
乌孙见陆源一直不说话，他急忙开口道：“陆令君，我是乌孙。之前咱们有许多误会，请陆令君给我们一个和解的机会，我愿意带领蛮族永生永世为陆令君而战。”听到这话，陆源觉得有些好笑，他看向一旁的红姑，挑眉问道：“你说这两个家伙会不会是在演假投降的戏码？”应该是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陪他们好好玩一玩，毕竟这些可都是最上等的劳动力呢。想到这，陆源冲着城墙下方喊道：“要谈也可以，不过得所有人把衣服脱光了走过来才行，这样我才愿意给你们谈判的机会。”此话一出，红姑跟夏宁他们都羞红了脸。这个王八蛋也太谨慎了吧！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，没有退路了。接着，乌孙深吸一口气，高声回复道：“陆令君，我们是来投诚的，你让我们脱光衣服，这未免也太羞辱人了吧？”啊，嫌丢人啊？那就别谈了，直接开打吧。到时候我还会再铸2座金冠，一座摆在大下关前，一座摆在大景关前，谁敢推倒，我就打谁。听到这话，野仙二人气得浑身发颤。怎么办？他根本不上当啊！而且咱们要是脱了衣服，这轰天雷根本就藏不住啊！有了，咱们把轰天雷藏在头发里，只要杀死陆源，北凉县就不攻自破。经过两人一番商量，他们决定先答应陆源。快，都把衣服给爷脱了。说完，所有人都开始行动。等等，你们还得把头发削了才行。这些蛮族人头发茂密，很可能会在里面藏东西。妈的，这狗东西真是欺人太甚！脱了衣服不算，现在还要咱们剃头当秃驴。现在前有强敌，后有追兵，咱们进退两难。实在不行，就先按照他说的做。我就不相信那几10万人他都能杀了。到时候咱们在暗中积蓄力量，等主脉来人，还怕没有报仇的机会？乌孙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，他分析完利弊后，率先拿起一把匕首，削短了自己的头发。陆令君，我们削发了，把头发全都削光光，然后排队走过来，每个人都要间隔3米以上。很快，前方就出现了一个个锃亮的光头，他们浑身赤裸，十分辣眼。乌孙和野仙打头阵，二人一前一后，光着大腚往北凉城下走。东西这么小，都不及大老爷我1/3。随后，陆源让人打开了瓮城城门，去把劳改服弄来，手铐脚铐给他们整上，谁敢反抗，就地击杀。是。陆令君，我们诚心归附，请给我们一个机会。蛮族虽然不如护卫军，但也算天下有数降军，可以给你们当马前卒。别急，会有这个机会的。两人看到陆源笑得这么欢快，心里莫名发颤。这时，红姑派出的那些人开始给蛮人们戴上手铐。野仙脸色难看，抗拒道：“我们两个再怎么说也是蛮族的左右贤王，陆令君难道一点优待都不给吗？”不杀你们就是最好的优待了。要不是杀将不降，我非把你们全灭了不可。跟我谈条件，你们够格吗？想活命就踏踏实实的为建设北凉县做贡献，否则就是死路一条。野仙虽然愤怒，但是为了活命，他还是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怒火。是我们明白了。之后，蛮族人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北凉，百姓们都站在街道两边旁观。这一刻，横在北凉县百姓头顶上的阴霾彻底没了，他们的哭声、骂声、庆祝声汇聚在了一起，最终凝成了一句话：大老爷万岁！这时，人群中突然有人喊起了歌颂陆源的口号：没有陆令君，就没有北凉县；没有陆令君，就没有幸福的生活。紧跟着，一个传一个，那歌声响彻了整个北凉。这一刻，北凉县所有人的凝聚力再上一层楼，而陆源就是他们的神。看着这些激昂澎湃的百姓们，野仙和乌孙完全不敢直视。好在绕着主干道转了一圈后，那带路的军官就将他们俩单独带到了另一个地方。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少废话，赶紧走！很快，二人跟着军官来到了一个阴森的院子里。这时，一个干瘦的老者笑眯眯地从里屋走出来。哟，军爷又来活了？大老爷特地交代的，你动作利索一点，千万别弄死了。您放心，谁不知道我一刀无血冯老三啊？保证手起刀落，连根斩断。听到这话，乌孙和野仙浑身颤抖。我怎么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？野仙也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这老头怎么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的裆部？这位军爷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别问那么多，过去躺着。两兄弟挨了几脚，也不敢再问，只能四仰八叉地躺在奇怪的凳子上。就在这时，冯老三提着一个箱子走了过来，他打开箱子，里面居然是各种各样的刀具。你们拿刀干嘛？我们已经投降了，你们这是几个意思？别怕嘛，我冯老三可是主场有名的快刀手，近80%的公猪都是我阉的，我保证很快就好。听到这话，乌孙二人瞬间懵了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陆源居然想阉了他们。陆贼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都让你们俩别挣扎，这下好了，流这么多血，我还要给你们缝针，真是麻烦。哼！至此，乌孙与野仙彻底沦为了悲凉的俘虏，再也无法前往主脉求救。另一边，王大彪等人押送着蛮族俘虏回城，得知野仙和乌孙就这么投降了，他们又喜又怒。
这2个胆小鬼还是不是男人，居然直接投降了，害得老子少拿了2个人头，真是可恶！王麻子，你斩首了头麦，就偷着乐吧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嘿嘿，侥幸侥幸。另一边北凉关上，曹师爷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俘虏，询问道：“大老爷，这些俘虏怎么处理？”5岁以上的普通男性全都脱光衣服，削光头发，戴上镣铐，50人为一组，但凡有1人闹事，全组人都得陪葬。5岁以下的，无论男孩女孩，统一送进福利院，女性则是带去南门，也按照这个流程，让护城女兵检查，没有生理疾病的、年轻强壮的，优先奖励给未婚将士，挑剩下可以让百姓买回去当丫鬟，也可以冲入纺织厂，让他们裁缝纫机。至于那些不安分的男蛮子，明天就送他们去修城，然后提拔一些听话伶俐的蛮子，以蛮制蛮。大老爷高见。随后，曹师爷将这些记录完后，就匆匆下去安排。晚上，陆源特地在天星台宴请功臣，他坐在主位上，红光满面，心情很好。5年前，我独自来到北凉县，那时的北凉残破荒凉，人口不足2000，百姓食不果腹，朝不保夕，而蛮族又隔三差五的过来掠劫，朝廷派遣的守城兵却被吓得缩在北凉关不敢出来。那时候我就发誓，一定要诛灭蛮族，要将北凉县打造成世外桃源。现在我做到了，这不仅是我陆源的成功，更是咱们北凉县全体百姓、全体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为我们的胜利，为我们的未来干杯！大老爷万岁！大老爷万岁！大老爷，现在蛮族已平，北凉大定，第2城修建在即，再称县，好像不太合适了，是该往上提一提了。话落，众人都激动了起来。大老爷称王吧。对，称王。嘿嘿，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，那我就奖励奖励自己，把自己的级别往上提一提，当个知府好了。军职上从旅长升为师长，这样一来，既有了提升空间，又能奖励大家，提升凝聚力的同时，也不会太出头。到时候只需要给端王写一封信，让他随便给我弄个知府的位置就行了。反正女帝最信任他了，他肯定不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迁。想到这里，陆源忍不住在心里夸奖自己。我可真是个天才。可听到这话的众人却有些失望。才升到知府，这次也要称侯呀。曹师爷虽然也有些失望，但他明白大老爷要的是稳健。今天升知府，离称王还远吗？想到这，曹师爷一边向众人使眼色，一边喊道：“大老爷英明！”其他人也反应过来，纷纷跟着喊道：“大老爷英明！”之后，陆源宣布将北凉县各部门一把手的职级全部提升1级。封赏完功臣后，陆源继续开口道：“之后再把下面人的功劳全都统计统计，由组织部综合评价，该升级升级，该奖赏奖赏，不要吝啬。另外，再选拔出这一次的战斗英雄和战斗标兵，通传3军，集体学习英雄标兵的精神。”是大老爷。叫什么大老爷？该叫辅尊老爷了。是辅尊大老爷。现在北凉县已经彻底走上正轨，称呼这一块的确要改一改。从今往后，内政叫我辅尊或者大老爷都可以，军队体系叫我师长或者首长都行。这一点要严格执行，军政分离是一定要贯彻下去的。是。另外，从今天起，北凉县升为北凉府，第2城就叫泰山县。这个好，泰山乃5岳之首，这个名字起得好。其他人也接着曹师爷的话纷纷夸赞，把陆源吹捧的脸都红了。低调低调，不就是一个泰山县吗？到时候咱们凑一个5岳出来，诸位可要加油啊！好。